好，我们直接开始它的变形。首先第一步，我们先从它的手臂这边开始，先把整个手臂往前举，使它的内侧充分暴露出来。好，我们看看内侧的构造，这边可以看到有一条横向的一个卡扣，它其实是扣住这个手臂的。这边第一步，我们需要先把手给它顶出来，这边露出条缝之后，用拇指给它扳出来，这样子再把整个手臂往回收，再往外拉，整个就已经解锁开来了。然后我们再看回前臂的一个变形，首先先把这块盖板给它挑开来，然后根据手臂这边的2个双动关节，把它整个手往内收，再往下打，转到这种程度，其实就已经打到底了。然后再把这一小块零件，根据这边的转轴给它转下来一点，再把这一块给翻出来，然后再把这个也再给它转出来，再扣回去。好，都弄好之后，这块手臂盖板这块零件可以转回去，根据这边的卡扣给它扣上。啊，因为左手比较特别，它多了个这个零件，右手的话它其实是没有这块零件的，所以变形也几乎是一样。我这边就另外一边不演示了。然后手掌这边，我们先把大拇指给它收到底，然后再把这个四个手指给它捏合住，再往下转，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可以了。那么左手这边的个变形就已经变好了，右手呢也是同样的变形。好，两边都变好之后，我们先把它转到背后，先把它这个炮管给它转下来。炮管的根部呢也是双动关节，先把它转下来，然后再把它转到侧边。好，放到这边之后就先不管它，进行一个零件的避让。接下来比较特别的就是它这个手臂，右边手臂先给它往后转，变成这种奔跑的姿势。然后我们再看回上面，这一步的变形其实蛮有意思的。首先我们先认准一个需要解开卡扣的地方，它这边有个豁口，对吧？我们直接给它抠开，抠开之后再往前转，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个卡扣扣住的，我们先解开，然后再把后边的这块零件也给它解开来，再把前胸这块零件转到底，然后再把它手臂给它拉直，这样子一个枪的侧边就变好了。另外一边呢，就不一样的变形了。我们先把这块转出来，然后根据这边的转轴旋转180度，把两边的手臂放在同一侧，再给它摊平了。然后我们要再把这块零件给它往上转，然后再往下转。这一步的变形还是非常巧妙的。然后下一个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就是它一侧手臂这边是有个缺口，对吧？它这个缺口的目的呢，是为了放它头盔的这个前沿。我们先把它整个头部的这一块零件先给它转到底下来，再根据脖子的双动关节给它转到侧边，再把它的头转向右边这一侧。我们再看看内侧的这个结构哈，它这边一个缺口，然后把头转下来，给它扣进去。好，我们这边先把头放在这边，先不给它扣合住，先给它摆成这样。因为这时候你也没法完全扣合住，为什么呢？可以看到侧边这边是还有个枪的卡扣没有扣上去。我们先把两侧零件稍微掰开来一点，把这块枪管给它往上提，根据卡扣扣住，两侧这边卡扣再给它捏合住，这样子它后边那个卡扣呢才可以给它扣进去了。这款玩具第一次变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多用点工具，因为每一个卡扣都非常的紧，跟 NA 油管威那一款差不多，都是第一次变形的时候非常紧，后面大家需要自己多把玩变形几次之后，卡扣才会比较松一点。好，这边后头这块给它扣合住，然后上方的这块零件根据底下的卡扣也给它扣合住，然后再把这一块捏合住。还有一个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就是它手这边要给它摆放正确的位置，摆正来。那么到此上半身的变形就变好了，大概是这样的。好，然后我们再开始它下半身的变形。变形的第一步，我们先解开它屁帘这边的卡扣，给它松脱。另外一边也是给它松脱开来。下一步再把这一块零件给它拉出来，两块都翻出来，给它拉直。
另外一边也给它拉直，但是不用翻过来，我们还要把它的下半身旋转90度。好，到这边呢，我们把这块零件拉回来看一下，是不是就形成了枪的一个侧面？然后我们再看回前方，前方这边先给它打直的往上转，再把它的裙甲两侧根据底下的双动关节给它转到内部。然后再把裙甲往内收，它这边是有个滑槽的，然后再往上提一点，这样子中间部分也就变形好了。在底下这边呢，我们先要解开它下半身的个卡扣，把它藏在里面的一个扳机给它拉出来。这边老魏还是藏得挺深的啊，还是藏在它该藏的地方。再下一步，我们就看它腿部的变形。我这边先以一条腿为例，给大家演示一下。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的变形步骤。首先第一次变形的时候特别紧啊，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入手位置。我们先把它移到这个位置，然后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一个缺口，对吧？手伸进去给它抠开来，然后再把它整个腿的这块零件给它往下转，转到180度。再顺手把这块黑色的零件给它转出来，这边也是给它转到底。为了变形方便，我们先把它这块零件旋转个90度。我们再来单独看一下这一块的变形。你别看它好像就这么点大，能有多复杂？这一块变形是塞得满满当当的。首先看到前面这边，我们先把它上方这块卡扣给它解脱开来，旋转个90度，然后再把它旋转进去90度。然后再把下面这块零件旋转个90度，底下可以看到有两个转轴，对吧？我们往上转，转到底，然后再把另外一个转轴也转到底。这时候这整个零件就可以转下去，扣合在这边，往上再捏合一下。好，再我们看到脚的位置，脚的位置底下可以看到一个缺口，它是要我们把它掰成两半，但是这一步的变形其实不太好，稍微紧一点就很难抠。好，翻出来之后，我们把这块金属的零件往上旋转，转到底之后，再根据这边的一个双动关节往上推，推到底，然后再给它整个扣下去，可以看到这块塞得满满当当的。好，变到这一步，我们再把它归还原位，再把它整个零件给它往上旋转180度，这回根据这边的一个位置给它扣进去，然后它根部这边呢是有一个滑槽的，我们用力的给它捏合到底，然后注意的是前方也有个卡扣，这边给它扣进去。这边小腿的位置就已经变形好了，我们再看回它大腿的位置。大腿我们先看到这个位置啊，要给它抠开来，所以看到里面是有个凸起凹槽的。给它摊开之后，这边是有个类似滑槽这样的一个零件，给它扣进去，然后再把它的这块零件给它卷出来，把大腿后方的这块零件给它转到底，前面的这块零件自然而然也就松脱开来了。下一步我们再把这块零件逆时针旋转到底，扣到底之后，我们把小腿这块零件给它迎合上去，这边有个卡扣，对吧？完美的就扣住了。到这一步，腿部的变形就要变形好了。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变形，我们开始最后的组合阶段。好，两边都是一样的变形之后，我们这边先把它这块零件给它翻开来，进行一个避让。当我们把整个下方这块零件往下转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好像不对劲，对不对？我们需要把它的底部这边旋转180度才能变成它整个枪形态的样子。首先这边底下是有两个金属关节，我们给它抠松，抠松之后给它扣合到一块，给它扣下来之后，我们要把它整个枪身这边旋转个180度。好，我们再看回来，这样子就对了，是吧？方向没错了。另外一边也是一样，我们直接进行个180度的旋转，扣下来之后，把它底部这块金属零件，给它抠松，然后两边一个贴合。好，看起来好像挺辛苦的样子。我们把两边的这个枪托的位置给它变到这样子之后，再把它直接扣合好就可以了。
这一部分呢也是有非常多的卡扣可以扣住的。好，我们再一点点的扣合住前方后方这一块，在枪变人形态的时候，这一块非常难解开来。当然，等一下我也会给大家示范一下，枪变人形态一个变形过程。好，我们这边把整块零件往上移，然后再把它侧边刚刚避让的这块零件给它挑回来。可以看到它底部呢也是有卡扣的，对吧？先给它这边固定住。这边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枪管这边固定的不是特别牢靠，我变的时候经常容易松脱掉。好，这边变成这样子之后，上方这块原来是裙甲这块零件呢，我们就给它扣回去。它底下呢也是有很多卡扣来固定的。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也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个凸起，对应上方的凹槽给它扣住。这一次换了一个新的设备给大家拍，所以经常会有对焦不准的情况，大家多担待担待。好，这边灰色的零件也给它转上去，上方这块盖板呢就可以给它扣下来，起到个最终的锁定作用。好，这边给它扣住，然后还有块零件不要忘记了，上方这边的零件给它扣回去。OK， 直到这一步呢，它整个枪形态就完美变好了。这边不多说废话了，我们直接开始另外一部分的变形。好，枪形态变成人形怎么变呢？好，先把它上方这块炮管的位置给它拿掉它，然后再顺手把它转成人形态的一个握直状态。刚刚从人形变成伪装形态，大家应该都有点印象哈。最后一步呢，就是扣住这边的卡扣。我们这边先给它扣松，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它刚好是留有一个指甲缝的这么一个距离呢，给大家可以伸进去抠，然后再把后方这块零件给它挑开来，这边再给它解锁了。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给它解锁，这样子它整个下方的零件就几乎就解锁开来了啊。这边也不要忘记了前方这边的卡扣，因为这边我变过好几次了，所以这一部分的变形呢，但是大家自己第一次变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一下，因为卡扣都非常紧。好，这边呢我是漏了一个地方，对吧？就这边的卡扣我们要先解锁。好，解锁之后我们再看回它的裆部，裆部这边直接可以给它转平了。然后这边底下是有个长长的这块零件，我们先给它转回去。这边也是有凸起凹槽可以固定住，另外一边呢也是同样的，给它转回去，先变这一步吧，免得它碍事了。好，看起来干净整洁多了。我这边同样也是以一边为例给大家演示一下变形。先抠松这部分的卡扣，然后这边再往上轻轻掰一下，解开它根部这一块的这个凸起凹槽。抠松之后呢，这里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轴我直接抠是没有用的，一定要用这样子旋转左右的一个搓，往上搓，往上旋转，把它旋转到底。好，就旋转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可以了，然后再把它旋转个180度。同样这一步呢，也是方便大家观看，大家自己变形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子，把它的这块零件给它旋转90度，让这块零件完美的暴露出来，然后上方这边顺手给它折回去。好，这一部分哇，这么小的零件塞得密密麻麻的但其实不复杂，就2块零件，我们先这边给它抠出来，然后再给它转出来，上下一个结合，整个脚掌这边就变形好了底下这边金属零件呢也给它转出来。这边有个小技巧，就是先把它的这种零件往下转，再往内收一点，这样子之后它转出来就非常顺利了。好，这一块转出来之后，再给它挑平了，可以根据底部的一个凸起凹槽给它结合住。然后上方这边呢，我们先给它挑出来这块零件，再根据底部的这块转轴给它转回去，这样子一个小腿的外观就差不多。好，这边变好之后，我们归回原位形成一个这样子对称的形态。但是这边变形有个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就是我们先对称的这样摆放往上转，转到转不动为止，再往前转一点点，然后再往回收。可以看到我视频中这样子就很顺畅。然后脚掌这部分再往内收一点点，
这一块就变形好了。我们再看回大腿的部分，大腿先把后方这块零件给它转回去，然后两边迎合一下，给它扣住。前方这一块呢，也给它扣回去。好，这边再给它扣回去。到这一步，整个腿部就变形好了。可以看得出来安哥每次都是在变形金刚腿部这边呢下了很多功夫。好的，两边都变好之后，我们再看回它这个上方这边有个尖尖奇奇怪怪的东西，给它抠进去，抠到这个凹槽里面同时裆部这边有个凸起，也是扣到同一个凹槽里面，这样固定住。然后裙甲这边呢，它底部是有个凸起对应着侧边这个凹槽扣住另外一边也给它扣住。这边有个很容易忘记的地方，就是先要把它这块零件给它拉出来，而且好紧可以看得出来，我整个人都在抖了，特别紧，给它扣出来。扣出来之后，它侧边的一个卡扣呢，才可以给它扣合住。大家自己变形的时候，如果说这一部分的卡扣一直都扣合不住，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前方这边一个滑槽忘记拉出来了，后边这边卡扣呢也给它扣合住。再看回正面，这边裙甲底下这边也是有两个转轴的，给它转出来。好的，拉出来之后再往下转，这样子它整个下半身呢就变形好了。你别说，这个形态也还蛮帅的，对吧？一个长了腿的人形大炮老威好，下一步变形呢，我们从后方这边开始，这边也是特别的紧我们先从它的底部开始攻破它。好的，这边给它解开之后，我们先把它的头部这边位置放到正确的位置，给它转成这样子，放在这个地方根据头部这边的一个双动关节给它转下去。头部先这样放着，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哪边是正面反面嘛。我们可以看到枪管这个下面有个缺口，好，我们手伸进去给它抠开，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抠松，然后把枪管这块零件往下转。好，到这一步呢，我们侧边这边就可以转起来，对吧？我们先挑开来看，这边就是正面，好，头给它转回来，给它身子也给它转回来。那么后方这块零件呢，也给它转起来。比较特殊的就是它这边是有一个转轴的，把这块零件转上去之后再转下来，根据这边的一个转轴旋转180度，然后再给它转回去。这一部分我觉得是这款玩具变形最舒服的地方了。然后前方这边手臂折叠一下，给它放到这个位置，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折叠一下。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已经暴露出非常多的一个卡扣了，对吧？它的侧边这边是有凸起凹槽的，包括前方这边也是。那么不急，我们一个个处理。我们先给它扣这一部分的卡扣，先把胸口这块零件呢向前旋转个45度，然后再把头部零件往外挪一点，避让一下。这时候可以给它这样子扣进去。这部分的卡扣呢，先给它固定住，然后再把这边的再给它扣回去，这样子变形呢就很舒服了。这样子胸口这一块的变形呢就变形好了。侧边手臂这边我们先给它转下去，好，然后再把它转下来放到正确的位置，再把侧边的这个炮管给它转到后方位置，然后再根据这边的个双动关节旋转180度，给它扣到后方的这个卡扣里面。这边大家自己找一下位置。好的，变到位之后，我们再把它另外一只手给它摆放到正确的位置这样子呢就可以进行最后一步了。好的，最后一步呢，我们先把它这边那个盖板给它挑开来，然后把盖板这块零件呢旋转出来。侧边呢这边有个这块小零件，转出来之后要给它转到内侧，然后再给它放回原来的位置。好，我们这边再把手臂往上旋转一定的角度，然后我们固定住红色这部分零件，不要动双动关节这边给它转下来。这边可以看到这一部分也是挺紧的。这边我不太理解的就是它这个可动手为什么还设计成这样子，就是可替换的这个手型呢？好，变成这样子之后，再把它的这个盖板扣回去。再把它放回正确的位置，这样子整个老威的手也就变形好了。
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变形，我这边就不演示了。这边我没有给它弄平，有点小强迫症。大家自己变的时候可以花更多时间调整一下。这么一款玩具500多的价格，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配件呢就都是图中这些了。好了，视频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